厕所的童谣。在这所国小里，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放学后千万不要去4楼的厕所，尤其是那第4间。这个规矩代代相传，没有人敢违背，因为每个人都听过一个可怕的传闻。故事说，有一个女学生叫小玲，她是个文静的孩子，性格内向，平时不太跟同学玩耍。她喜欢一个人在4楼的角落找安静的地方玩。放学后的下午，她常常会待在4楼走廊上，一边哼着自己编的儿歌，一边画画。她的歌声总是轻柔，但也带着一丝悲伤。有一天，小玲的身影消失了。学校四处寻找，终于有人发现她倒在4楼女厕的第4间里。大家都说她因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在进厕所的时候突然发病，没有人及时发现，等到救护车赶到时，已经未11晚。从那以后，4楼的厕所就成了禁忌之的，尤其是那第4间，大家都说小玲的灵魂从未离开过。某个放学后，几个好奇心重的高年级学生不相信这些传闻，决定试着进去一探究竟。他们走到4楼走廊，傍晚的阳光已经快要消失，整个校舍被夕阳染成了血红色。4楼空无一人，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在回荡。你们真的要进去吗？其中一个女孩小美不安地问道，她的双手颤抖，握着手机的手电筒，光线在墙上摇晃。放心啦，那都是大人们吓唬我们的故事而已，怎么可能会有鬼？另一个男生阿辉笑着说，带头走进厕所。厕所内静悄悄的，只有微弱的光线透过窗户照进来。他们走到了那传闻中的第4间，门紧闭着。几个孩子彼此对望了一下，心跳加速，手心冒汗。你敢不敢开门？阿辉挑衅地看着小美，她吞了吞口水，心里七上八下，但不想在同学面前示弱，还是走上前去，伸手推开了那扇门。门吱呀一声打开了，里面漆黑一片，只有手电筒微弱的光束能勉强看见厕所的隔间。这时，异样的气氛突然笼罩了整个空间，空气变得浓重，温度也似乎骤降了好几度。忽然，厕所里传来了细微的声音，那是一阵轻轻的歌声，声音低沉而柔和，像是从墙壁后面传来的。孩子们顿时脸色煞白，全都静止在原地。这是什么？小美颤声问道。那歌声渐渐变大，仔细听，像是个小女孩在轻轻哼着一首儿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躲猫猫，不许走。这分明是小玲以前经常唱的歌。一阵毛骨悚然的寒意从孩子们的脊背爬上来，他们开始四处张望，想找出声音的来源。可是厕所里空无一人。阿辉的手电筒忽然闪烁起来，光线不稳，几乎要熄灭。他的脸色苍白，嘴唇颤抖。走吧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就在这时，厕所门后传来了啪的一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在门板上。孩子们猛然回头，只见那扇门缓缓地自己关上了。小美尖叫一声，几个孩子立刻冲向门口，想要逃出厕所。但就在他们拉开门的瞬间，厕所内的灯忽然自动亮了起来，墙壁上的镜子映照出来一个模糊的身影，是一个长发的小女孩，站在镜子里面，静静地看着他们，嘴角带着一丝浅浅的微笑，轻轻哼唱着那首熟悉的儿歌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孩子们再也忍不住了，尖叫着拔腿狂奔，冲出了4楼的厕所，一路跑到校门口。他们谁也不敢回头，直到再也听不到那恐怖的歌声为止。从那以后，4楼的厕所再次被封锁，成了整个学校的禁忌之地。没有人再敢靠近那里，也没有人知道小玲的灵魂是不是还在那里，继续哼唱着她未完成的儿歌，等待着下一个放学后的访客。这个传说依旧在校园里流传，成为了学生们心中难以忘怀的恐怖记忆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篇故事见。